大家好，今天视频来聊一下经济在崩盘的背景下，为何比特币可能会飙升至100万美金。罗伯特清崎讲出来的，我是很认可这个观点。至于里面的一个道理，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。就类似上一次硅谷银行大跌的低点位置，也是跟大家讲，你要反向去思考啊。20K 的比特币现在是不是千金难买牛回头？那既然要涨到100万美元，下一步的买点，等一下也利用这一张图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超级趋势指标，我们怎么应用这个 QQE 来找它里面的买点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同时提醒新粉丝留意我们 Discuss 社群，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机器人交易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富爸爸的一个观点啊，经济崩盘的情况下，比特币会涨到100万美金。那唱多了1年多，我也希望它经济赶快崩盘啊。去年的时候 20K 下方，希望很多人要去买比特币，有一大堆的人在看空整个经济，说经济要崩盘，比特币涨不上去，散户要逆向思维啊。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索罗斯的一本书？我记得索罗斯当时书籍上是有讲过人生的一个经历，也就是他爸爸带他们全家逃往欧洲战场的时候，当时是把所有的资产换成黄金，然后用黄金去贿赂军方的人员，才逃出整个欧洲的战场。所以在一些危机爆发的情况下，不管是战争还是经济还是金融的一些危机，我的观点是比特币它是具有黄金的属性。包括清崎在这边也是有讲到一个观点，很喜欢比特币啊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联邦政府或者是财政部或者是美联储或者是华尔街，不要去信任他们。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不要去信任一些政府的体系啊。包括我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，就是货币或者是法币其实都是一张废纸，如果没有人认可的情况下，这些政府根本就不成政府。包括长久以来也是有跟很多朋友讲过一个道理，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政府，它其实就像一个上市公司。很多人为什么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赚不到钱？其实国家就等同于一个公司。如果是一个没有上市的公司，它的市值有可能最多几百万或者是上千万，上市到交易所以后，它可能市值一下子翻了几十亿或者是上百亿。公司上市以后，我想跟大家讲，有 90% 的公司它是没有欲望再去搞自己的产业，有可能就会开始财务造假，甚至作假销售，想方设法把公司募集来的钱怎么流入到自己的口袋。那这是公司的一个情况。针对政府来看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也是一个道理啊，政府就等于一个公司。某一个官员上任以后，在他有限的执政生涯内，他会想方设法债权谋士，怎么让财政里面的钱流入到自己的口袋。所以我的观点，既然我们在这边支持比特币，就不要去信任这些政府制造出来的东西，法币它就是一张废纸啊！你更不要去做空这个比特币。等到将来涨到高位的时候，到时候看要不要去做空比特币啊。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技术形态啊，它昨天价格是又把这条红色的20，我们散户的生命线给跌破。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的，其实这条20的均线还有60的均线现在是不重要，因为你去观察一下20天的成本还在这个区间了，包括60天的成本有4天左右也将来到这整个 29K 或者是 39K 的区间，所以这两条均线现在是谈不上支撑或者是压力，而且这条60的均线它还是向上的，反正有可能全部都在这个区间，随时都会突破，也有可能随时会不会盘中在挖坑，会不会来到这个位置，也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根本主力就不给再一次闭本位做多的机会。然后短线的几个支撑位还是不变哦，就是这个 28.8K 白色箱体的上沿的位置目前还是在支撑，或者是短线还有一个支撑位，也就是跟大家讲的4个小时，你去观察一下，这边有一根多方的吞噬，它已经守了几天了，都是盘中瞬间破，然后收盘的时候又不肯收下去，所以超短线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，所以短线并不好做。不然我的观点是，你可以把短线先停一停，现货我都不反对，期货中线的买点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周线里面的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超级趋势指标，它是在今年的1月份，而且是在周线里面，这个趋势已经是扭转为向上的趋势哦，就是它这个趋势目前都是绿色的结构，
绿色的结构我们要怎么找买点，包括空头走势的结构要怎么找卖点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看到趋势如果在周线里面它是红色的结构，每一次有反弹的高点你就去找机会去做空，但是它不一定会来到这个趋势线附近哦。那没有做空的点位吗？不一定哦。你可以配合这个 QQE 指标，可以观察一下，像这个反弹的高位是 48K 附近，它也是这个 QQE 一直柱状在收缩，说到这个位置柱状都不肯放出来的位置，有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。那现在比特币的行情，我的观点是它趋势是向上的，你尽量找如果有压回的低点，有接近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支撑的位置，该做多也是要做多。比如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，它这个位置就是很接近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这一条线的位置，该买的话还是要买啊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波 25K 它压回的低点，也是离这个超级趋势指标有一定的距离哦。不过我们如果配合这一个 QQE 指标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柱状是一直在收缩，最终在这个 25K 低点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没有柱状，它趋势是向上的情况下，大概率有可能就是会向上转折，所以没有柱状的位置也是非常的明显，后面第二根柱状放出来，那你在这一个没有柱状的位置买点做对的话，有可能就是一个波段非常重要的一个买点。但是最近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整理的情况下，周线里面也没有单周跌幅超过 10% 的，那你可以等这个柱状，如果什么时候没有放柱状的时候，你去留意它有没有突破点位。包括现在的位置为什么在整理，其实周线的指标当时在 31K 就跟很多朋友讲过，踩刹车主要的原因早就看到背离了。那背离还有一种走势，就是利用整理来化解背离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底部第一波上涨起来之后，它也是在这整个区间横盘的区间，根本就不会去踩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。所以像这种大跌的 K 线，周线里面是跌幅超过 10%， 它不会压到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线的位置，那你就等看什么时候有可能这一个 QQE 指标没有柱状以后，它如果柱状开始放大，像这种突破的点位有可能就是追加的位置，包括这个位置柱状放大的位置，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追加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整个牛市起来之后，它其实在牛市进行中，它会去压回这种超级趋势指标这条线的位置，每一次压回这一条线的位置都是很重要的买点。所以如果真的像清奇讲的未来比特币要涨到100万，我的观点是，你看到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，只要有在分流的位置，它有跌回到这一条趋势线，都是很重要的买点。我也是希望比特币在2024年、2025年的牛市会类似这种非常健康的上涨，每一次有压回这个线的位置，都是我们币本位重新继续做多的一些点位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